Alright， 大家好，好久不见。那我现在人就是在2025的 Japan Mobility Show 东京以前叫 Tokyo Motor Show， 现在叫 Japan Mobility Show。所以我第一次来是2019年然后2021年的时候 COVID 停办，然后2023年我自己来也拍了很多支 video， 所以现在这个2025年这一次就是受 Honda Malaysia 的邀请来这边看一下 Honda。在未来的可能5年、10年将会给消费者、将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产品？所以事不宜迟，就透过今天这一支简短的这个 vlog 给大家看一下 Honda 这一次在展台、在展会上面展出了什么样的作品。Let's go！ 现场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一台 Honda Prelude， 所以这个是第6代的 Honda Prelude， 它也间接取代了 Honda Civic Coupe 跟 Honda Accord Coupe。那大家都知道第11代的 Civic 已经不再提供 Coupe 车型，但是跟Mazda MX-5 跟 Toyota GR86 等等不同的是，它是 Front Wheel Drive 前轮驱动的 Coupe， 就跟历代的这个 Prelude 一样，所以你不要 expect 它是后轮驱动啊。当然了，这个 Honda 也强调它用的是 Type R 的这个悬挂系统跟 Type R 的前轴，前面是 Brembo 刹车卡钳，所以这一台车子它虽然是双门，不过它是双门双座，它是有4个位置的。你看它是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把它打开。所以当然里面整体格局就跟 Civic 很像，但又不完全像啦，因为它的整个椅子的做工、用料、材质等等都是相当的高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它的后座Alright， 现在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 Honda Prelude 的后排。那我身高是178cm， 所以你看现在是我们把这个后车尾门关掉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这样子做头才不会顶到，所以很明显，这个真的是在小孩子，真的是在 baby 罢了。更何况我们把这个椅子放下来的话，完全没有办法，你看到吗？这个空间，我觉得载东西就好了，所以它只是给你临时，就是说要应急的时候用罢了。然后后面也没有冷气出风口，然后有2个 speakers。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要看它的外观造型，这个地方整个这样 slope 下来所以也 make sense 啦。It's a +2 not 2+2。我们来看一下 Honda Prelude 的后车厢空间，在这个 N 下面按下去，它就会打开。就如你刚才看到后座的时候一样，它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因为它的电池是放在这个地板底下，所以很明显它不会有这个 spare tire， 就跟 Honda 其他的这个EHEV 车型一样。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后排空间，你可以从刚才我那个画面看得到就是这样子，因为它完全没有预留头部空间，所以你这样子做，你的头就会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这样子。但是我相信这种车子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90% 的时间你都是2个人或者1个人在开车而已。把它关起来。那说说我自己对于 Honda Prelude 造型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车子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可能你会觉得贯穿式 LED 车尾灯大家都在用但是因为你仔细看 Honda 后面是没有那个 H 的 logo它是 HONDA然后 Prelude 是放在下面的，所以如果你看历代的这个 Prelude， 你就会发现到它都是借鉴了第1代、第2代、第3、第4代到第5代的 Honda Prelude 所设计的东西。它的 rear bumper 下面也有这个蓝色的东西，所以这个蓝色的元素是贯穿了 Honda Prelude 的从头到尾。那当然现场这边也带来了一台黑色的 Honda Prelude。那其实我们之前只看过白色、蓝色它的那个 Halo Color，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红色跟黑色这2个比较少人选择的颜色，也是相当特别的。那中控台的话，真的就跟 Civic 很像，就整个东西都是一脉相传。但是不同的是它的这个方向盘，下面是一个 flat bottom， 然后也是同样有蓝色的缝线这样子。那为什么蓝色不是红色呢？因为它是一个 2.0 L 的 EHEV， 而不是这个怎么讲？不是这个像 Type R 这样子的红头 Honda 这样子。然后这边同样是 Honda 最经典的3个旋钮，只是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这个讨论度最高的地方，因为 Honda 这一次就把最新的 Honda S-Shift 放在了 Honda Prelude 上面，所以它没有传统的 Gear Knob， 没有传统的这个 Manual Gearbox， 它不提供 Manual， 它只有这个怎么讲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Auto Brake Hold， 然后都是 Auto 的，因为它是 Hybrid 的嘛 ，Hybrid 的车暂时很少做到 Manual 啦 ，Right？ 2个 Type C， 一个这个无线充电器这样子。
坦白讲，坐在驾驶座这边整个行车视野还是很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坐一些 Coupe，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被铁包着，看不到外面。那至少我觉得 Honda 在设计无论是你看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你看它的前面的引擎盖等等，整个坐姿都是，我觉得它可以适合每一天开，而不像有一些 Coupe 可能每一天开会吃不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布局就做起来，因为买它的客户们都相对怎么样？买它的客户们其实都想要comfort 跟 efficiency 多过像 Type R 那一种不太适合每一天开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印象坐在里面是不错的，不要讲后面啦，后面是打不累的啦，你懂我意思吗？当然，今天在车展这边的主角并不是 Honda Prelude， 主角就是台上这3台 Honda Zero Series 的车型。我最早在 Las Vegas 的 CES 看过台上这些车子，所以现在就快速给大家 go through 一遍 Honda 将会在未来5年、10年带给市场什么样的震撼。那 Honda Zero Series 呢，它不是某个车型、某个车款，它是一个 Series 一个系列，所以像这边就展示了 Honda Zero SUV， 所以你看到 Honda Zero 呢，它有的 Honda logo 是没有那个四方形的那个框，它就是一个 H 这样子而已。这个是未来的家族式设计。那在它旁边这一台呢，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就是叫 Honda Zero Alpha。是的，就是 Sony Alpha 那个 Alpha 啊。那说起 Sony， 其实 Honda 跟 Sony 也有合作一款叫 Alphila 的车型，但是现在不知道它的进度是怎样。所以这一款 Honda Zero Alpha 据说是将会在日本跟印度，是的 India 市场先推出。所以这个车型我觉得它是好像HRV、CRV 的 size 这样子啦，但是你要知道Honda Zero 它肯定是纯电动车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在 buy time 在买时间，因为电池技术啦、充电技术等等，这个都要时间去追这样子。再来呢，就是我最早在这个美国的 Las Vegas 看到的 Honda Zero Saloon。那 Saloon 呢，它就是一个4门房车，但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个车子的时候，都会知道它就是好像是 Lamborghini。的这个造型，特别是它的这个车头我觉得这个 Zero Saloon 真的是怎么讲？我觉得 Honda 是一不做二不休啦，直接挥都准去到完，整个就是 Lamborghini， 整个就是 AMG 这样子的那个造型。那另外现场这边也摆放了这一台最新的 Honda N1E， 那还有一个 Honda N-Van E 所以这2台都是 Honda 日本有在卖的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 Honda E 已经停产，然后 Honda E-N1 那个没有在日本卖，所以这个车也可以说是间接取代了 Honda E 在市场上的定位。那很明显它就是一个K car 的这个尺寸 ，K car 的 size， 所以因为 K car 受限于车身的长度、车身的轴距、高度、宽度等等，所以大同小异。你看到任何品牌的 K car 都是这个 size， 这个不是车厂们喜欢这个 size， 这个是日本的 regulation， 日本的排放法规。那在 Honda N1E 的基础上呢，这一次 Honda 在 Japan Mobility Show 2025年就带来了 Super One Prototype。那 Super One 呢，就是一个怎么讲高性能版、特别版的这个 Honda N1， 所以我觉得它的马达，它的电池 29.6 kWh， 然后它的这个续航力等等不会跟 Honda N1E 有太大的差别就是 Honda 为它加入了 Boost 模式，可以模拟这个变速箱7速变速箱的这个换挡节奏，还有这个 Active Sound Control， 就是可以去模拟引擎声浪。总之就是在现有的格局不改变、尺寸不改变、电池不改变的前提下，让它去怎么讲提升整个驾驶乐趣。那因为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 N1E 跟 Super One Prototype， 所以这个 Super One Prototype 很明显它在这一块地方呢，本来它是白色的，现在就给它喷上黑色，然后它也没有放 Honda 的 H logo， 这个是 HONDA 的字样，而且是小写新的一种叫什么logo type，right？ 然后整个 rear bumper 等等都是很有那一种跑车的味道 ，I mean hot H 的味道啦。那其实 Super One 最大的亮点并不是在车头车尾，而是在它这个 seat， 哇，真的是太美丽了！这样小的车用这么多心思，你看有蓝色、这种灰色，还有这种白色的复合式皮革、蓝色缝线等等。哇，你知道吗？很少这种小车真的是通常就是随随便便放一个椅子吧。可是这个就是很有小思，你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尽可能的去点缀它这样子。在这一次的2025 Japan Mobility Show 上面呢，来了一位稀客，就是 Acura， 没有错，就是
Acura 对于 Honda 呢，就好像 Lexus 对于 Toyota、Infiniti 对于 Nissan 这样子，但跟 Lexus 不同的是 ，Acura 这个品牌，它从未在日本本土市场销售。虽然它是 Honda 的一个高端品牌，但是它它针对的是北美市场，严格来讲就是针对美国市场。然后可是这个 RSX 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一款车，因为熟悉 Acura 或者熟悉 Honda 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RSX 呢，它其实就是 DC5 Honda Integra 这个 name tag， 所以当大家讲到 RSX 的时候呢，都直接会想到是那个 DC5， 而不会想到一个 SUV， 就好像你说车厂他们会比如讲像 Mustang March E 这样子，所以你乱用那个 badge 大家就会有点错愕说，为什么这个车型本来不应该是一个 SUV 啦，但是可能是为了 marketing， 为了市场营销等等，他们就必须要用一个耳熟能详的，所以这一台车子严格来讲，坦白讲，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点像这个Lexus 有一台电动车叫什么Lexus RZ非常的像，然后这个让我想起有一点很难讲啦，五味杂陈就好像在哪里看过它，似曾相识的感觉，太熟口熟面了，太熟面了。那关于它会不会最终在日本市场销售 ，Honda 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他们只是想要来试下水温，看一下日本本土市场对这个车子有没有 demand， 会不会接受一个 Honda 的高端品牌。再来就是这一款 Honda CR-V， 你可能会讲 CR-V 为什么用这个前脸，跟我认识的 CR-V 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个是 FCEV 就代表它是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好像 Toyota Mirai 这样子的车型，所以这个也是 CR-V 的另外一个 variant 这样子啦。氢能源车，顾名思义就是用氢能源，然后再搭配这个电池跟电动马达，所以看到了氢气罐，然后它的这个锂电池，因为它还要有能量回收等等。那车头呢，就是 front bumper 不一样，车尾灯是一样的啦，只是后面这个地方呢就跟它染黑，就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当然还有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 badge， 它的 badge 叫 Honda FCEV， 如果是 hybrid 的叫 Honda eHEV， 如果是 PHEV 的叫 Honda eBHEV。还有这个非常可爱，它好像在看着我的 Honda Micro EV， 真的是非常的 micro， 非常的小，好像我在七龙珠里面看到的那种车这样子啦。强调多元化发展的 Honda 也不只是show它的车，像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Rocket， 没有错，就是实实在在的火箭，这个是 Honda 的一个项目这样子。那除了 Rocket 火箭之外呢，这边还有 Honda Jet Elite 2， 就是 Honda 的 Private Jet。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个就是 Honda 的飞机。Honda 是有飞机的Honda 不只是做Super Bike， 不只是做 Scooter， 不只是做车，不只是做跑车，不只是参与 Formula 1的这个引擎研发等等，包括我们可以看得到船的这个 engine， 它也放在这边，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包括前面有放了它的这个 concept board 这样子。当然，除了汽车，除了火箭，除了私人飞机，这边就是 Honda 的 Honda Bike 啦。那我特别要强调，就是我昨天有拍过一支短 video 讲这个 Honda CUV-E， 它已经在菲律宾跟印尼上市，所以它 equivalent 呢就是 110cc 的这个 motor， 然后它跟一般的电动 motorbike不同的是，它有这个 battery pack， 所以它有2个 battery pack 组成，所以一个 battery pack 大概是 1.3 个 kWh， 所以2个 battery pack 可以让它行驶80.3公里，这个是 WLTC 标准，那我们都知道打一个折扣。然后我拍了 video 之后，然后刚好我就听说，为什么马来西亚不会卖这款车，不管是本地组装还是进口，因为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规定，就是MIDI 的规定说，如果你要卖 110cc 的 motorbike， 虽然它不是 cc 啦但是它是相当于 110cc， 所以你一定要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你才可以卖。你要卖可以，他们给你2年时间去卖这个电动的 motorbike， 但是2年后你一定要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不然它会影响到其他本地组装 motorbike 的这个销量啦。用印尼换算到马币是大概15000块马币，15000块买一个极速80 km/h， 只可以走极速83 km/h 只可以走
80多 km 的电动车卖15000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很难去消化的啦。Alright， 以上就是代主义在 Japan Mobility Show 2025年为大家带来 Honda Booth Honda 展台的这个介绍。那因为我第一次来东京车展就是2019年 Honda Malaysia 邀请，那过了这么多年，6年之后，同样是 Honda Malaysia 邀请我来到东京车展这边。那投桃报李，这个 Honda 请我来，我当然是要给大家看 Honda 的东西啦。那至于其他展台、其他品牌的东西我就可能只是做一些短的 video 这样子给大家分享我的所见所闻这样子啦。所以预知更多详情，记得留意我的 YouTube 频道，因为还是要跟观众说一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知道我在怎么讲这些日子来，我要飞中国、飞意大利，然后飞法国、飞意大利然后又飞来日本，而且这次来日本差不多10多天，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在剪片，专心的在工作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对于会员、非会员都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尽量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汽车资讯这样子。Right， 所以我是最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然后来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玩卡。